既然太子殿下都已经想不起来了，不如安乐就帮太子殿下再回忆一下当日的情景。冉安乐，你我并肩作战至今，还需要这些损招吗？损招？太子殿下，我为你出生入死那么多回，你管这叫损招？安乐姐，殿下只是今日公务繁忙，若是有心，再繁忙也送得到。太子殿下，你该不会是担心那日在选妃宴上我会抢了帝承恩的风头吧？我从未想过拿你和他比较。你们可是听到了，我跟帝承恩比都没法比。我并无此意，你不要妄自菲薄。既然你对我有情，为什么连一个请柬都不给我？殿下，殿下，陛下派人送来手谕，邀请任大人参加太子选妃宴。陛下亲笔的手谕可比太子殿下的请柬贵重多了。告辞。大人命千月阁查询皇宫旧日起居注，可是有了结果？先吃个这个。甄安宁在嘉昌6年腊月的时候，在太后寝宫外玩耍，不慎落入水中，昏迷数日，噩梦连连。太后大怒，一怒之下便赐死了当日陪伴的太监梁喜。之后，安宁公主虽在太后的悉心照顾下康复，但是安宁康复之后，便自请戍边。虽然嘉昌帝和太后多次劝阻，但他还是毅然决然地去了西北边境，10年未归。而且这10年，也甚少与嘉昌帝和太后有书信来往。便是在此期间，帝家被诬陷与北京勾结，满门抄斩。太后赐死梁喜，安宁公主为帝承恩，大闹静心堂。大人，我也没想到，帝韩两家的血海深仇，还有活着的人证。陛下竟然给任安乐下了一道手谕，邀请他参加选妃宴。任安乐毕竟有3万水师，陛下或许有他自己的考量吧。那安宁呢？他不是跟帝子元自幼交好吗？怎么对我也如此冷淡？看来他们的感情也没有多深厚，还比不上一个济南来的水匪。深宫之事，安宁公主自然了解。她不让你当太子妃，或许有她自己的打算。可是她却不知道，被人肆意践踏、折辱是什么滋味。她是公主，即使手持长剑，闯入太后宫里，也不会受到半点责罚。我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，跪在太后佛前，长跪不起，也换不来太后一个正眼。我从不看轻你，你何必在意别人的眼光？她不是别人，她是能决定我生死的太后。深宫诡谲，随时都有可能丧命，我又何尝不知？只是母亲，
如果我现在回头，难道我就能安然无恙吗？太后她会放过我吗？你若愿意回头，我愿用生命换你余生。我不要你的命，母亲，我要我们都好好活着，风光的活着。我现在能做的，就是牢牢抓住太子。母亲，去帮我把那件红牡丹长裙拿出来熏香。明日，我要在选妃宴上漂漂亮亮的出场。还有，帮我准备一桶冷水。你要冷水何用？沐浴。冷水沐浴必定会伤身的。要的就是受凉生病，好让众人看清楚我在太子心中的分量。如果他乖乖听话，我便让他继续活着。你给我好好看着他。我不帮你，是因为不想看到你从岱山上下来，又陷入到另一个牢笼。我只希望你能够获得真正的自由。骆大人，任大人，我来恭祝你顺利入主太子府。骆大人就对我这么有信心？我对你当然有信心了。不过，我听说这帝承恩以冷水沐浴，要以生病为由压轴出场。唉，这寒冬腊月的，为了能够赢得寒夜的关注，还真是难为他要这么作践自己。这也都是他自己的选择。话说回来，他既然如此招摇，那不妨顺势而为。我想过了，我们的藩案正需要这么一位帝姓太子妃贯穿始终。她若当选，一来会让民间更加关注帝家旧事，为藩案先行制造舆讼；二来，皇家对太子妃身份投鼠忌器，既能保障她的安危，也方便我蛰伏到藩案之时。确实一举两得，但你别忘了，你可是十分爱慕寒夜的任安乐，本该打压帝承恩才是。放心吧，如今我已经演得熟能生巧了，就看我明晚如何出演一副明惨暗捧的戏码。母亲，这水为什么是热的呀？冷水对身体无益。我方才说的话你没明白吗？我要的就是受寒生病，好在太子选妃宴上压轴出场，赢得太子独一份的关照。现在没有人看清你，是你自己在糟蹋你自己。母亲，你怎么了？你以前都是最怜惜我的。再说了，就算我生病了，不是还有你照顾我吗？即便你出此下策，但这选妃宴一旦踏入进去，便是凶多吉少。你好自为之。
我再也不要回岱山了，再也不要受他人折辱，我一定不能输。好了，小姐，你看看这个头饰是不是特别衬您？明天啊，你就戴着它，一定是最闪耀的星。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先下去。这发簪不是挺好看的吗？把它戴上。哥哥，使君称让我明日素淡些。你就穿这件吧，莫霜穿这件最好看。可是哥哥，使君他说太子他不喜欢奢华的。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不要打嫁给韩烨的主意。我没有打大晋太子的主意，只是哥哥，这凌香楼的赌局，要是我这北秦公主一败涂地了，可怎么办呀？你是北秦的公主，不会是他大晋的太子妃。你要切记，千万不能嫁到大晋来，此事不可儿戏。嗯。明日赴宴，你自己多小心。不管，我一定要打扮成殿下喜欢的样子去见他。拜见皇祖母，拜见陛下。太子，今夜是你的选妃宴，怎么不穿得隆重一些？上宫举准备的服装过于奢华，臣以为今夜只是选妃，而不是侧妃，所以不敢太过于大张旗鼓。本宫知道，太子一向喜欢肃静，太子妃可不能如此敷衍呐。这簪子是你母亲留下的。你若是看中了谁，就当众戴在他的头上。太子向来懂事，本宫相信，你一定会做出对的选择。殿下，你怎么还不过去啊？而且你今天怎么穿的比我还朴素啊？今天本就不是什么好日子。文硕，一会儿在宴会上，你也不可过分玩闹。哦，安乐姐。见过太子殿下。安乐姐，苑舒和苑琴呢？哦，他们俩喜好热闹，所以就先提前过去了。哦，殿下，那我也先去看看。走。太子殿下方才是看呆了吗？
我只是想起了某位故人，又见你行女子之礼，有些意外。这有什么意外的？今日我又不是以大理寺卿的身份来的，我是以倾慕太子殿下的女子身份来的。怎么说？这么多年没见，还能有多少情分啊？但太子殿下对他念念不忘的。说的也是啊，你怎么知道啊？可是其他人没有竞争力啊。为了参加这次的选妃宴，安宁公主到！你穿的真好看，你也是。安宁姐姐，安宁姐姐，小莫霜如此打扮，更显得清丽可人啊。哪有？安宁姐姐才是真正的美人呢！你看看你，不管怎么打扮，都这么好看。对了，公主，我听说你马上要开始选驸马了。我爸有个哥哥，他相貌英俊，武艺也高超，你要不要考虑一下？多谢你的好意，只是我对驸马没兴趣。啊，那真的是太可惜了。不过安宁姐姐，我相信你驰骋沙场，定不比任何男人逊色。将军，入座吧。太子殿下到！参见太子殿下。那真的是那个自小在土匪窝里长大的任安乐吗？对呀，我听说这个任安乐大字不识一个，是个粗人，怎么竟一身儒雅气息？回禀殿下，吉时已到，唯有帝家小姐和钟家小姐未到。无妨，先开席吧。派人去查看一下，他是因何事耽误的。是。你去查一下。是。帝家小姐还没到，殿下，你就不等她了？眼下陛下和皇祖母还容不下她，若是因我张扬，因她而耽误开席，反而会害得她再遭针对。这帝家小姐还真是好命啊，能够得到太子殿下如此关照，求之不得。这是我欠她的。她要是不来更好，我就少一个对手，岂不妙哉？云姐，我看了这么多家小姐，还是咱们安乐姐跟殿下最般配。太子的选妃宴，温公子倒是上心的很。我不是那个意思啊。温公子正值年少，爱看美人，当然是人之常情。哪有，云琴，我平日明明只看你的。苑琴走了。啊！病成这样，还是不要去了。我已经受了那么多苦，这些努力我不能白费。你这就是自作自受。我已经没有回头路可以走了。过了今晚，我必须成为太子妃。母亲，你会一直站在我身后的，对吗？万事小心。
殿下，敬酒。太子殿下敬酒，请众贵女移步。别看了，太子殿下，安乐就在你眼前，你还在这心不在焉，一点都没有君子风度。你看，今日花好月圆，宾客满座，让安乐有一种要来参加我们俩喜宴的错觉。任安乐，这一杯，我也祝你能遇到更好的姻缘。那安乐就祝太子殿下今日能够择得心仪的太子妃，让安乐断了念想，从此以后不再自欺欺人。殿下，帝小姐来了。这帝小姐穿着如此浮华，怕也是不合殿下的心意啊。承恩参见太子殿下。太子殿下，我来迟了。无妨，起身吧。是。帝小姐这是怎么了？都怪承恩身子太弱，昨夜受了点凉。若是病了，我命人带你去偏殿歇息吧。不碍事的。承恩思念殿下，不想错过这次和殿下相见的机会。来了便好。起立。是。带帝小姐入座。谢殿下。这边请。还以为这帝家小姐多与众不同呢，竟用这种手段来博取太子殿下的关注，就是真不识大体。将军，他们不值得你生气。他怎么可以穿得如此艳丽？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他真的忘了吗？安乐以前从未见过太子殿下如此关照过一位女子，以为太子殿下不懂怜香惜玉呢，原来惜的不是安乐这块玉啊。任安乐，你是我大晋的股肱之臣，相比怜惜，你更值得我的尊敬和赏识。
相比关照，我更希望未来我们能够相互扶持。哦，任大人是陛下的宠臣，今夜能来此宴，是承恩之幸。他什么意思啊？这一番话绵中带刺，还在提醒咱们小姐呢，你在太子殿下眼中只是个臣子。任安乐与我一起出生入死，荣辱与共，对我而言不仅仅是臣子，还是知己。太子殿下，我以3万水师为聘，千里迢迢来到京城求聘，世人皆知我心悦于太子殿下。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我是你的知己啊？哎，可是我怎么记得那夜太子殿下喝醉酒之后可不是这么说的，说的是什么来着？我记得您不喜欢饮酒。我的习惯你都还记得。和殿下在一起的时光，承恩永远不会忘记。子渊，我也是。我虽然不喜欢酒，但我却记得你最爱酒。殿下，我已改名承恩。是我忘了，承恩。喝酒。大人，你这是在关心任大人吗？我是担忧安乐已对寒夜动心，这选妃宴他要亲手将寒夜推入帝承恩怀中。你说他能不能狠得下心？那大人是不是应该去看看任大人？对不起，姐姐，我是不是吓到你了？姐姐，你就是太子妃候选名册上的帝承恩吗？是。我在北秦的时候就常听人说，大晋太子非要帝子元做太子妃不可。后来我到了大晋，也见到了太子，却发现那个选妃名册上没有帝子元，只有帝承恩。姐姐，你和帝子元是一个人吗？一介罪臣之女，不会以为自己改了名字就能脱胎换骨吧？在岱山上关10年，就算有脾气也都磨平了。我看他如今啊，不是挺替妹顺眼的吗？因为贪慕皇城里的富贵，居然连自己的名字都愿意改，什么帝家后人，我看就是个笑话。住口！太子选妃，何时轮到你们指手画脚？安宁，帝小姐之名乃圣上所赐，于我而言，帝承恩与帝子元并无二致。原来是陛下赐名。那承恩姐姐，我在北秦的时候听闻帝家有一门绝技。我也听说过。太子殿下与帝小姐自幼相识，又对她如此的牵肠挂肚，想必也知道吧？不如由太子殿下来说给大家听听。这个绝技，并非什么值得拿出来展示的绝技。看来帝小姐不想透露这绝技了。
那安乐就更加好奇了。太子殿下，这门绝技实在是难登大雅之堂，他从小就不爱提，怕丢脸。这绝技怎么会丢脸啊？这帝家绝技啊，其实就是个玩笑，外人都以为是帝家家主帝圣天所创的武功绝招，实则是帝家家主的棋艺率直，屡屡让人看穿棋路。可他为人偏又爱下棋，到后来棋艺并未精进，反而多了一门绝技。是什么？毁棋。啊？据帝家家主的说法，毁棋师从其父，是帝家不外传的绝技。因生病迟到，哼，真亏他想得出来呀！看来改名承恩并没有磨灭他的野心，他也知道太子对他的重视是夺得太子妃位的关键。可惜他还不明白，逼得太子一记垂眸一次相扶又有什么用呢？终究是一些上不了台面的雕虫小技。只要有我在一日，帝家女绝不可能入太子府。走，随哀家去瞧瞧，他还有什么花招。太子殿下，今夜良辰美景，小女自有习琴，愿为殿下献曲一首。好，慢着，我倒是想看看帝家小姐的琴艺。听闻帝家小姐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不知可否让我这个女水匪来开开眼啊？任大人，帝小姐今夜身体不适，恐怕难以登场献艺。任大人若是想听，可以改日到她的府中拜访。殿下真的好护短啊！我帮着殿下办了2个大案，还那么千辛万苦的下了江南，半点恩宠没捞着不说，现在想听个曲子都难。殿下，我可以献曲。任大人劳苦功高，为殿下尽心尽力，承恩自当是要献上一曲，作为报答。他好大的口气啊！还没进太子府呢，殿下的臣子竟要他来替殿下报答了。那帝小姐快开始你的表演吧，我已经等不及了。殿下，这帝小姐的琴艺如此高绝，您之前怎么没跟我提起过啊？自愿她从小便爱舞刀弄剑，不善琴艺。但这岱山上无刀剑可舞，许是靠练琴来打发时间了。岁月最是磨人，自愿的是被生生磨成了现在的帝承恩的。帝子渊，
你为何要在今日弹奏这样的曲子？安宁，我已经改名承恩了，你可不要叫错。这曲谱是殿下寄来岱山的，有什么不妥吗？有何不妥？我不想再看到你这样委屈自己，把这折辱当恩赐，把仇人当亲人，把这忌日当喜安宁日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醉了。我记起来了，今日是晋安侯的忌日。晋安侯，那不是帝小姐的父亲吗？自己父亲的忌日竟还穿得如此艳丽，还奏曲作乐呢。今日是宫廷宴席，帝小姐穿着华丽，遵循礼制，并无不妥。安宁，没有顾及你的感受，是我的错。可是我身着华服，奏喜乐，是希望九泉之下的父亲可以安心，知道韩家没有亏待女儿。当年不可一世、张扬肆意的帝家女，如今变成了这副脾气。承恩，该是说朕给她起了个好名字。不，是我的错，是我没有顾及你的感受，是我害你沦落至此，我没有资格指责你。承恩，看在你我情分上，你便不能听我一次，不争这太子妃职位吗？安宁，别闹了。岱山上的日子孤苦清冷，能陪在殿下身边，是支撑我活下去的唯一念想。我的心意不变，太子妃之位。我支持任安乐。将军，别管我。如此看来，他对皇家的依顺是出自于真心。陛下，您可以心安了。若是他真心臣服，朕就遂了太子的心愿，立她为太子妃，也未尝不可。只有歌，自然得有舞。我们北秦的剑舞可厉害了，殿下，要不然让墨霜为您跳一曲。好，那就有劳墨霜公主了。嗯。公主这是怎么了？我应该是坐得太久，腿抽筋了。对不起，殿下，墨霜恐怕不能献舞了。无妨，公主歇息便可。既然墨霜公主不能献舞，不如就由我来代劳吧。好啊。我竟不知你还会跳舞。安乐粗人一个，自然是不会的。不过我倒是会几招剑术来哄殿下开心，需要帝小姐来为我伴奏，可以吗？能为任大人伴奏，是承恩之幸。如果太子殿下不介意的话，承恩奏一曲《梅花落》吧。此曲是我刚入宫时，你日日教我，我才勉强学会的。
自然记得。太子殿下，明明是安乐要献艺，你却只关心帝小姐弹什么曲子，你不觉得有点过分吗？任安乐，此处空间狭小，你要舞剑，未免束手束脚，要小心，不要伤到自己。哼，放心吧，太子殿下，你就擦亮双眼，看安乐的吧。殿下，殿下，承恩方才不知怎么惹得任大人生气，对我出剑。无尽黑夜等天光，模糊了太多执念，爱恨仓皇逃不过。你误会了承恩，我深知任安乐的为人，他不会随意出手伤人。看不清，揉碎了苍凉幻觉。帝小姐如此惊惶无措的样子，哪还有半点太子妃的风采？既然不行的话，就早日打道回府吧。任安乐，帝承恩是我等了10年的太子妃，谁也无法改变我的心意。
这簪子是你母亲留下的，你若是看中了谁，就当众戴在她的头上。踏过3000里明月换擦肩，看过人你是大晋太子，那我救了你，岂不是挣了个太子妃之位？我已有婚约，你非他不娶，非他不娶。你不同于我见过的任何一名女子，你和子渊一样，都不会违背自己的心意或者。如果不是安乐如此贴心的话，太子殿下如何会忘了等了10年的弟子缘，移情于安乐呢？太子殿下，你害羞了？就算当不了太子妃，我也要在离你很近的地方，看看你的心究竟为谁而跳。子元，太祖有遗旨，封你为太子妃，太子妃之位只属于你。然了，寒夜会娶嫡子元，他不会把太子妃之位给天下任何一个女子，哪怕他对别人动了心。太子可还把本宫的话放在心上？参见陛下，皇祖母、太后娘娘。臣记得皇祖母自幼教导，口言之，身必行之。臣作为大晋储君，当做表率。臣曾说过，太子妃之位非帝承恩不可。如今便是践行诺言的时刻。你倒是还记得自己是大晋储君，那可记得她是叛贼之女？帝家之罪，与承恩无关。更何况他已经在岱山上被囚禁了10年，如今又遵循圣意改名承恩，皇祖母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因当年之事迁怒于他。在我面前做小伏低，转头在这里耍弄心机，魅惑太子，好一个帝家后人！皇帝，还不快下令将这个狐媚赶出太子府！将太子妃之位许给承恩是我的意愿，也是先皇的遗诏。不知皇祖母为何要一直反对？竟然为了维护一个罪臣的后人，搬出先皇来诛哀家的心！皇帝，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好太子？母后，您先消消气。朕听说帝承恩在岱山上时，每日抄写佛经，为你我祈福，而且入京后也算是乖顺恭敬，或许并不似您想的皇帝，难道你也将旧事忘得一干二净，被这个帝家女的花言巧语给蛊惑了吗？朕只是觉得太子大了，在丽妃这件事情上，他有他自己的想法，我们作为长辈，不应当过多干涉。
你们尽管胡闹，只要我还是大靖的太后一日，帝家女就绝不可能入太子府。不管今夜有没有结果，这场宴席都是为你而设。太子妃之位，永远都为你而留。注定只会贪欢一晌，转身隐藏那眼底的清爽。纵然遗憾成往，难负几多惆怅。深悲所求，月夜凄凉。奈何思念忘，爱已只剩隔天涯海浪。水天相拥，不过是美梦一场。途断线又回响，心底藏住不到的对方。谈情长爱恨，怎可随意？雪下这么大，还不走快一点？陆明熙，你方才是没见着，我在晚宴上，我的剑寒夜都被我迷住了。你现在哪里还有大理寺卿的气势？那可不是，我方才为难帝承恩的时候，气势非常足，所有人都被我给唬住了。我知道，你做任何事我从来都不担心。但是我问心有愧。对寒夜还是帝承恩？对九泉之下的父亲问心有愧。寒夜拿出簪子那一刻，我竟还期待着他会将簪子别在我的发间。我到底在想什么呀？那可是韩家的簪子。子远，我相信侯爷在天之灵，他一定会理解你的苦楚。我想回侯府走一走。我陪你。不必了，有些话我想一个人对父亲说。那也好。好大的雪，等明天醒来，整个京城都会白茫茫一片，不会留下任何痕迹。你说这雪再下得大一点，能盖住晋安侯府门前的血迹吗？属下只知道，这雪要是再下下去，将军就该病了。
您快进屋吧。这帝家女处心积虑要嫁入韩家，一定是在筹谋如何卷土重来。帝承恩入选太子妃，一是太子以太祖的遗诏相逼，二是我这个做父亲的，就算是费尽了心力，也无法阻止他，弃他而另娶，不得已才只能迎其下山。但是母亲您放心，倘若他别有用心，我就借这个机会让帝家彻底断后。不过若他诚心归顺，他对我们来说大有好处。当年帝永宁畏罪自尽，无法亲口向天下众人承认帝家的狼子野心，直到如今，帝家谋逆之事也无法完全堵住悠悠众口，所以儿子才将帝家孤女送往岱山，就是想让她彻底臣服于朕，让帝家彻底臣服于朕。帝承恩入主太子妃之位，对于太子来说是先帝遗训，君子之诺，但是对于儿子来说，那是驯服帝家的筹码，是秘而不宣的缘由。小侯爷，站住！侯爷，天，你知不知道我费了多大的劲儿，才把你从流放西北换成了江南？你偷回来做什么？说呀！你是不是又闯祸了？没有，我真的没有，我就是想爹了。少来这一套！现在不说，东窗事发，没人救你。爹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求您帮我！现在只有您能帮我了，爹。发生了什么？你说，老爷，小侯爷到了江南以后，酒后奸杀了钟家的长女钟景，事后想要放火毁尸灭迹，没想到失手把钟家满门都烧死了。爹，求求你救救我！你救救我！我只是喝醉了，一时糊涂。救你！咱们全家怕都要受此牵连。老爷，你就饶了小侯爷吧。侯爷，如今瞒是瞒不过去了，不如替小侯爷找一个替罪羊。查明钟家情况，以便见机行事。是。父亲，我在靖南隐姓埋名，做了10年水匪，终于又能正大光明的来这里祭拜年。我回来了，可偌大一个帝家，只有我站在这里。那葬身青南山下的8万将士，10年来他们因为莫须有的罪名，孤魂至今，难回故土。当年父亲以死明志，依旧换不回一个公道。如今让我们蒙受不白之冤的人，却坦然坐在皇位上，安享万人俯首，坐拥万里江山。
父亲，我定会还帝家一个清白，定会让韩家亲口在全天下人面前认错，让8万将士有安魂之地。女儿心如磐石，不会为任何人动摇。安洛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听闻选妃宴那日是晋安侯的忌日，我心中颇为感慨。晋安侯可是民间的传奇，我虽未见证过他生前的风采，但今日在此祭拜，也能聊表钦佩之情。传奇？是啊，帝家军骁勇善战，却在一夜之间倾覆。晋安侯作为统帅，没想到最终自尽身亡，还惨遭全族灭门。对这其中的缘由，民间众说纷纭。我对这样的传奇最感兴趣了。英雄被迫以死明志，8万帝家将士埋骨黄沙，何其悲凉，何其惨烈！在后世却只得传奇2字寥寥概括，沦为众人茶余饭后的谈资。安宁，我对这其中的隐情好像了解的不是很清楚。不过既然你们都记得晋安侯，那他就没有真正的死去。不打扰你缅怀旧人了，我先走了，改日一起喝酒。母亲，你没有看到那天晚上太子有多怜惜我，即便是太后发怒，他也要挡在我身前维护我。既然现在有太子殿下的保护，那你大可不必像以前一样谨小慎微，也是时候到靖安侯府走一趟了。我不去，虽然说我在选妃宴上得到了殿下的眷顾，却也成为了不少人的眼中钉。若此时去靖安侯府祭拜，那岂不是授人以柄？但是你可别忘了，让太子殿下怜惜的是你弟子元的身份。可是让太后和陛下所忌讳的，也是我弟子元的身份。若我现在去靖安侯府祭拜，一定会惹怒他们的。母亲，你没有看到昨晚太后的眼神有多可怕？若不是殿下挡在我面前，她怕是要当场杀了我。可殿下还说会在侯府等着你，你若不去的话，怕是会露出破绽。我不去。在太子眼中，我不过是为了自保，他会对我更为愧疚怜惜。既然不去利大于弊，我为什么要去？我只是担心殿下会起疑。母亲，我知道，你都是为了我着想，但是你没有看到昨晚太子殿下挡在我身前的眼神有多坚定。我相信他是不会放弃我的。
太子哥哥，靖安侯府破败萧条多年，终归不是我一时便能清扫干净的。子渊没有和哥哥一起来吗？他应该是因为生病未愈，所以才无法前来吧。哥哥何必自欺欺人？你我都知道，他是明哲保身，为了坐稳太子妃之位才不来。安宁，你不要怪他。皇祖母之前如此对他，他不来也是人之常情。我没有怪他，我是怨恨我自己，更替靖安侯和整个帝家军感到悲凉。这样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，甚至得不到自己亲生女儿的一壶清酒祭拜。靖安侯和帝家军一样，都曾为我大靖浴血奋战，都是顶天立地的英雄。不过10年前的旧事，终归是因为帝家谋逆。安宁，你当年何其年幼，又何其无辜，这份愧疚，不应该由你来承担。我一点都不无辜，最无辜的是子渊。若是没有10年前的那场悲剧，子渊也不会变成今日的承恩，来见自己生父一面都不敢，都不能。哥哥，是韩家一手毁了子渊。10年的岱山囚禁，如今在他身上，竟不见半分的当年模样。我也很想念昔年的子渊。是啊，我也很想念当年的子渊。不过子渊没来，我方才碰到了另一个人。骆明熙也来了。是安乐。你可知我看到安乐的时候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若是当年子渊没有被送上岱山，他如今会不会也活得这般恣意坦荡，潇洒行走于天地间？任安乐。击败回来，思绪可有平静些？帝家现在如此的落魄，能够为帝家平反的只剩我一人，这样我更要心无杂念，才能够复仇成功。你说的杂念是指寒夜吧？是。我没有办法欺骗我自己，说昨晚我所说的一切都是因为酒后胡言。寒夜，我确实是为他动心了。可是我心里也很清楚，比起儿女情长，更加重要的是帝家的8万孤魂。所以，我不会再让自己在这段感情当中沉溺下去了。
不管是真情还是假意，我要做回我自己。子安，在我面前，你永远可以做最真实的自己。在扮演任安乐的这些年，只有在你面前，我才最轻松、最自在。我去祭拜的时候，安宁也来了。安宁，嗯，你没露出破绽吧？安宁从前最是单纯率真，可是久别重逢，不知是怎么了，总感觉她好像有些敏感。此事我会去查，不过仅凭祭拜，他也难以联想到你的身份。还有一事，钟家灭门案和古云年有关。这阵子古云年表面低调，但暗地里却在搜寻一个叫做钟海的人。钟海，是他？没错，他就是我们一直找寻的帝家军幸存者。千月阁已经查明，他此前流落江南，又因水患走投无路，是钟家收留了他。他对钟家忠心耿耿，更可能是钟家灭门案唯一的证人。古云年想必正是因此要杀人灭口。钟海会成为我们扳倒古云年的关键。那我们一定要赶在古云年之前找到他。但若是他仍在江南，怕我们赶不及。眼下，我倒有个办法。太子殿下，请。殿下，脸色不错，看起来身子都恢复了。小小风寒，有劳殿下挂念了。今早起来便无碍了。你在练字？我闲来无事的时候写了些诗词，殿下见笑了。他的字还和小时候一样。还记得你以前为侯府题字，闹出了风波，为此我还被陛下训斥过，你可还记得？那时我只有8岁，许多事情已经记不太清楚了。时候不早了，我该走了。殿下好不容易来一趟，不跟承恩多待一会儿吗？你病体初愈，要好好歇息。殿下，殿下啊！你没事吧？你看我写的，你帮我拿着。啊！子源，来，快让我看看。殿下，殿下，您怎么了？殿下，我没事，
想起来，我还有些公事要处理，改日再来看你。殿下是不是新衣任大人？若殿下觉得有负于任大人，将来可以迎他入太子府。你想多了。任安乐乃当朝重臣，国之柱石，我不会将他引入太子府。殿下，你可相信，10年改变的不只是一个人的脾性，甚至连身上的伤疤都荡然无存。属下只知道，世事无常，人心莫测。你立刻派人去调查，岱山上这10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是。殿下已经走远了。母亲，我刚才是不是露出什么破绽了？殿下的眼神刚才分明有意，是不是我不记得以前的事情，让他起疑了？谁能对10年前的事情记忆分毫不差呢？殿下会体谅你的。寒夜，能回来守约的人只有我。晋安侯戎马一生，可短短10年，却已无人记得。我怕我离开西北太久了，也会和他们一样，渐渐的遗忘。可是英雄，即便是死了，他们还是英雄。属下会跟将军一样，永远记住他们。只要我们不忘记，他们便不算真正的死去。你竟和安乐说了一样的话，你相信帝家没有叛国？他们是清白的吗？帝家若非忠义之士，又怎会让将军10年都念念不忘呢？狼狈，这10年，我的心就像压了一块巨石一样，没有人可以倾诉。没想到，你竟能理解我。将军的心事，随时可以跟我说。您先去歇息一会儿吧，整理文书的事情就交给属下来做。早上才见过，现在又把我叫过来，你还越发记挂我了。找你过来是有重要的事。我知道帝承恩的事，可是目前传来什么消息？帝承恩在寒夜面前露出了破绽。你还记得当年你在归恩阁题字时发生了何事？我7岁那年在归元阁题字，不小心从书房上面摔了下来，当时在肩膀处受了不轻的伤，虽是请了宫中最好的御医，但还是留下1道半寸的疤。韩仲远狠狠地训斥了寒夜，
为此，韩爷还在侯府照顾了我整整10天。如此说来，应该是韩爷发现了帝承恩身上没有这道疤。10年都过去了，再深的疤也会变淡，连我自己都有点不太记得。没想到他还记得很清楚。就算他记得也无妨。你既已决定和他保持距离，只要不过分靠近，他断不会发现。不错，帝承恩那边也无需刻意弥补。现在让他多一道疤，也不过是此地无银300两，引人注目罢了。殿下若想对弈，换我便是，何必自己为难自己啊？眼下这黑白子势同水火，很难分出哪一方更有优势啊。殿下是希望黑子赢还是白子赢？观其不语。殿下，您是在想安乐姐和帝小姐，对吧？说正事儿。殿下，你可还记得太子妃宴会上那个迟迟未到的钟景吗？前几日钟家起火，钟氏上下10几口人尽数葬身于火海。怎会如此？世事难料，听闻是一名叫做钟海的家仆纵的火，近日抓捕钟海的告示都快马加鞭，一层层发到县里去了。江南多雨，如今正值寒冬，这火起的诡异，或许另有隐情。是什么人？一口咬定是他。帝承恩的破绽，便由我们尽力帮他掩护。他为我受了10年囚禁的苦，又生生吞下了被太后为难的屈辱。他想要的富贵，我应当帮他争取到才是。旁人做的决定，何须你来负责？他也不过是一个身世孤苦的可怜人，我不能因为自己的复仇计划就牺牲掉别人的一生。眼下最要紧的便是要找到钟海，否则帝承恩一旦暴露，我们之前的一切准备就付诸东流了。你放心，你这一步棋，应该很快就可以奏效了。在这边。好啊，你可知我看到安乐的时候在想什么？若是当年紫渊没有被送上岱山，他如今会不会也活得这般恣意坦荡，潇洒行走于天地间？里边请，我们前面去楼上吧。骆大人，钟海之事就拜托你了。放心吧，交给我。太子殿下既然来了，就进来喝杯茶吧。这暖炉显然不是为我而备的。太子殿下前呼后拥，何须臣为你准备这些？你与任安乐都知晓钟海之事，私下商量，为何不告知我？太子殿下贵人事多，我与任大人身为臣子，当然要为殿下分忧啊。可既是讨论公务，为何不在大理寺，就来凌香楼见面？我查的此事与钟义侯有关，钟家的幸存者钟义侯也在追捕，我倒要问问太子殿下，
你如此咄咄逼人，到底是为了钟家的事儿，还是为了任安乐与我私下见面之事？罗明熙，我今日去见了帝承恩，看见了他写的字，和8岁时的笔锋极为相似。他的字张扬锋利，字如其人，想必殿下应该比我更熟悉。可是，过了10年，早已成人的紫渊为何还会是幼时比例，毫无前兆？我想是因为这10年岱山孤苦，他也无心练字吧。他的字与昔年无异，为何脾性却完全不一样？甚至，殿下，臣要提醒您，无论您在怀疑什么，凡俗之情离皇家总是最远。你该时刻记得，到底该守护谁，该放下谁。如果10年改变的不只是脾性，而是那个人，如果我许诺错了人，又该如何？就算你许错了人，已经做出的决定便是覆水难收。哪怕你后悔了，但你身为太子，就该履行自己的诺言。时不待我，必须让安宁尽快说出当年的真相。小姐，我发现钟海的行踪了。哦，他竟比我想象中来的还要快。不过他藏匿功夫了得，我没跟住，把我给甩开了。说来，小姐，你为什么这么肯定钟海会来京城啊？你明明让骆大人往各乡县张贴了抓捕榜文，我本以为他会吓得躲在山窝窝里呢。这个钟海既是义士，又是忠仆，他胸有不平，绝对不会忍气吞声，苟活于世。先前的榜文有通缉而无悬赏，公开贴出去，一来是要提醒他已被盯上要谨慎行事，二来故意画作他的画像，写作他的口音，反而令他更好藏匿，三来就是榜文是大理寺联署，如今大理寺清正之名遍天下，我想他自会明白，来京城才是他真正的出路。原来如此，可京城也很大，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他一路颠沛流离，此时必然会混在最落魄的街巷中隐蔽行踪。接下来院书你一定要多加留意。是。什么？钟海入京了，你们却还没有抓到他？家里养的府兵真是一群废物！都是因为你，是你将全家推入了火坑，还有脸在这儿怨天怨地呢。侯爷，钟海此次来京城，怕是冲着鸣冤来的。若是这事儿闹大了，大理寺和刑部正等着我往坑里跳呢。都给我出动，务必找出钟海。是。一天抓不到钟海，便有可能东窗事发。过了年，你给我离开这个家！哎，爹，这钟海若是真像你们所说的前来鸣冤，那我失去了谷家的庇护，岂不会被当成要犯通缉？我不能将全家的性命系在你的身上，此事由不得你。哎呀，爹！哎呦！
穆青，我在。我要沐浴了，你去帮我准备热水吧。好。水已经备好了。你冬天身体弱，我在水中加了些艾草，可以避免寒气入体。穆青，这些年你对我的关照，都是真心的吗？我一直陪在你的身边，对你的心意是真是假，你心里自有定论。我只相信我看到的。好了，水要凉了。其实我生病了，不是还要你照顾我吗？但这选妃宴一旦踏了进去，便是凶多吉少。病成这样，还是不要去了。穆青，你会一直站在我身后的，对吗？是我可笑，居然想驯服一条对别人摇尾的狗。来看看自己打的椅子，上来看看，还有介绍。上好的人吃水粉了，布匹，来看看布匹啊！放松下来，殿下可要接吻喽！这下我看你怎么接！掌柜的，对不住了。可以呀，来看看，这个工作呀。你看这个也行吧，再取一题吧，我按10个，谢谢啊。那我不要这个。好，下次再来啊。哎。殿下，这本书我要了。任大人，实在不好意思，这本书已经被人预定了。是谁啊？眼光这么好，这本书我都寻了好久。这本书你也寻了很久。以前紫园练剑总比不过我，他听闻只要得到这本书，便能所向披靡，于是日日吵着靖安侯给他寻来。我为了讨他开心，这本剑谱我寻了10年。所以是殿下定下了这本书，要赠予帝小姐。后来经人证实，这本剑谱里不过是一些华而不实的招数。10年过去了，江湖传闻早已面目全非，而紫园也
变得不再那么喜欢细节。我买下此书，不过是为了给自己添一份念想。殿下10年殿年，能够寻得弟子缘，安乐也为殿下高兴。所以，你可是又要与我争抢这本书？这次我可不会手下留情，让你横刀夺爱。殿下不必手下留情，我是臣子，你是君，哪有臣子与君相争的道理？你若喜欢，我便将它送给你，全当是你陪我下江南的赠礼。臣陪殿下下江南，乃是我身为大理寺卿的职责所在，殿下不必内心有所亏欠。但既是殿下所赠之物，我不得不收。这里也好，你过来看这个，你这在哪儿？这个花样的好看，去啊！行，买这个吧，这个好看。殿下这样一直跟着我，可是因为舍不得。殿下既然都已经许下诺言，就不该反悔才是。那是自然。既然殿下送了我一本书，那我也应该回赠一本，以表心意。小姐，买一本吗？就这本吧。那好。望殿下跟帝承恩如书中所说，可以姻缘美满，白头偕老。冉安乐，你真的很像我的一位故人。安乐不是什么故人，也不是别人。我很早就跟殿下说过，我只是天上地下只得一个的人安乐。我知道，许是因为我的故人如今太过陌生，所以才会常常生出错觉。世上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我已经决定以后在殿下面前不再做这个庸人，而且太子妃之位我已经不在乎了，望殿下可以不要怀到过去。相爷，起。相爷，帝小姐在门前放了一把红伞。哦，哈哈哈哈！这浇灌多年的花儿，终于要盛开了。希望这帝家的后人没有让我失望。我听说公主刚回宫的时候，总被贵妃娘娘欺辱。可谁能想到，当年那个柔弱胆怯的小女孩，如今却变成了戍守边境的大将军。我母妃早亡，幼年无人照拂，宫里人大多趋炎附势。贵妃横行霸道，却无人敢为我出头。直到贵妃娘娘，安宁乃是大晋长公主，太后可罚，陛下可罚，你不能罚。安宁，我们走。是紫渊教会了我何为天助自助者。可上天却欠他一个公道。
帝家宗祠那些暗红带血的地砖，历经10年都未被清洗干净。帝家132口人，只剩子元1人了。是韩家毁了他的一生，是我对不住他。不过还好，他现在稳坐太子妃之位，也算是苦尽甘来。可我不明白的是，公主为何强烈反对他入宫？难道你是知道宫里有人要害他？宫中没有人要害他，是皇祖母不喜欢他。我是怕他进宫会被为难。帝家谋反，证据确凿，你身为韩氏的儿女，对他不怨恨，反倒深感怜悯。因为我相信金安侯的为人，他不会谋反。但人心叵测，金安侯作为帝室后人，当年不忿韩家独享万里江山，便私自调遣8万帝家军擅离荆南，又与北秦勾结，意欲谋反。你当时还小，怎会懂得天下的纷争？况且你只见过他几面，又怎么确定他不会谋反？金安侯已死正清白，他为人光明磊落，又与陛下自幼交好，是断然不会擅自调兵的，除非……公主可知道，当年帝家8万将士是如何被坑杀的吗？巨石滚滚，万箭齐发，那些将士还来不及呼喊，变成了模糊的血肉。青南山下漫漫黄沙，千里之内全部都被染上了红色。你能想象那画面有多么的惨烈？够了，别说了。公主辗转难眠之时，耳边可会响起那首安魂曲，眼前可会浮现那8万将士被残杀的画面。我叫你别说了。将军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下去吧。是。金安侯之所以调兵，是因为收到了一封与陛下自己相仿的密信。那封信是谁寄的？公主，我相信你跟我一样，都不希望子元出事。可如今只有你能救他，还帝家一个清白。你是想让我站出来，将真相公之于众？是。骆明熙，我是大晋的公主。帝家8万将士的冤魂，你们韩家欠他们一个公道。难道你希望子元跟你的老奴娘洗一般，不知何年何月，莫名其妙的就在宫中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？够了！我会保护他。公主，现在够了！冷北，宋柯，骆大人，将军累了，需要歇息，请您即刻离开。公主，刚才我说的话，希望你认真考虑一下。只要你愿意，帝家8万将士的冤魂就会得以安息，子元的下半生也会平安喜乐。告辞。这冬天冷的，
就像帝家罹难那天，我想回西北了，畅快杀敌，战死疆场，总好过这里的人心叵测。殿下，殿下总教导我读书要专注，可自己坐在案桌前，心呢，好像都跑到安乐姐那儿去了吧？皇的，给我！殿下，您就不能遵循本心，好好活一次吗？快给我！给你。可惜啊，木已成舟，宫里除夕要办家宴，盛情邀请，帝承恩赴宴。太后娘娘，今年除夕夜的家宴名单定下来了。年年都是这些人，吩咐下去，让他们准备便是。太后娘娘，今年家宴，帝承恩也会出席。什么？这是陛下亲口定下的名单。皇帝？皇帝，无论你如何谋划，哀家都可以配合。唯独这件事，你触碰了哀家的底线。韩家的家宴，绝不可以出现帝家人。这么晚了叫我来，什么事？属下想问问，殿下的计划进行的如何了？我已拿到情报，你的帝承恩说来怎么样了？帝承恩已有意向与我们结盟，只是要帮他坐稳太子妃之位，还需要殿下助力啊。说，明日的除夕宫宴是我们动手的最佳时机。这太子一意孤行，太后要对帝承恩赶尽杀绝了。可这宴会毕竟是在宫中，我们的人不好出手。但帝承恩不能出事，救自然不能由我们的人来救。既然公主不肯说出真相，那我们就逼她一把。这个消息让安宁知道。是。穆青，是你吗？穆青，帝小姐，黄三主人有句话让我转达给您。
水温刚刚好，母亲，多谢你了。我认为除夕宴还是不去为好。我自己的事情，我心里有数。太后不喜欢你，此时邀你去，必定不是出于好心。太后的心思我比你清楚，不用你来提醒我。我要沐浴了。都看着吧，我就要成为太子妃了。小姐，你穿这身真好看，真的吗？真的。哇，好了，哥哥，同样是公主，动不动就大呼小叫，给我们北秦丢人。还不是哥哥，有事没事便跑来吓唬我。是，我胆小，我怕事，我当然是比不上哥哥守护的安宁公主啦。啊！今天晚上的宫宴不许去。为什么？我都已经不想当太子妃了，难道我去凑个热闹也不行吗？你可是答应过哥哥，会听我的话的。我还想去找安宁姐姐玩呢，哥哥自己能天天见到她，却不让我见。你知道吗？很多事情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。这看似好玩的宫宴，可能却危机四伏。哥哥只是不想让你受伤，你明白吗？那我不去了，哥哥。唉，我听说那宫宴上好吃的糕点特别多，真是可惜了。你放心，哥哥下次来啊，给你带。哥哥，你在安宁公主身边，虽然相处的和睦，但有危险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好好照顾好自己。公主，我相信你跟我一样，都不希望自愿出事。可如今只有你能救他，还陛下一个清白。子渊，对不起，我做不到。公主，热水已经准备好了。我知道了。除夕夜宴，帝承恩位。你今天真漂亮。过了今晚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今晚的宴会有危险。为什么呀？你要相信我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你好。好，母亲，你说的对。他们都邀请我去赴宴了，还不好吗？
钟义侯在找钟海，是，已经找了许久了，据说跟他府上的公子有关。你暗中跟着侯府的人见机行事。钟义侯想杀钟海灭口，那我们得帮他呀，做得彻底一点。是，相爷英明。安活喽！别看不哎！小可看的热包子，热包子嘞！殿下，今儿是除夕，你就不能开心一点，笑一个？你这笑还不如不笑。你是不是怕今日在宫宴上，帝小姐会被人刁难？今时不同往日，不会有人出这个眉头。那可未必啊。太子哥哥，怎么了？这么慌张？我接到密报，紫渊有危险。宴上皇亲贵戚众多，皇祖母不会太过于为难他，你放心吧。皇祖母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，怎么可能其乐融融？咱们快进宫吧，紫渊需要我们。好，走，即刻进宫。哎，上马。哦。小姐，我找到钟海了，他人在哪儿？五柳间，古云年的人在追杀他。你们到底是何人？上！来买饭，让开！让开！以多欺少，不懂规矩。我今天倒要看看，你们谁敢在我面前带走他！走走。快走！走。走。快走！
无乐街着火了！哥，工业快开始了，走啊！撤！这是不太平啊！撤！夫人大人刚才冲进去了！真的假的？怎会如此？有那么大的火？如此危险，太吓人了！他怎可独自贸然前去？不要命了吗？安宁，你先入宫。殿下，注意安全，一定要救出安乐。现在只有我能救子源了。撤！你还好吗？马上叫你出去。出不去了，我们被困住了。说什么丧气话！先看看你伤势，再做他解。我的伤势可比火势小。你怎么还有心情说笑？你的心和身体都不是肉长的吗？这不是有太子殿下挡着吗？若我晚来一步，你可怎么办？你究竟要让人操多少心才肯罢休？殿下若是不想操心，不来便是。反正我也不过是区区一个臣子。不是区区臣子，于我而言，你是天上地下独一个的任安乐。